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杰斯绝活哥的一个打野发野抓人思路的一个技巧。正常的话，这个杰斯绝活哥的话是打中路和上路为主的，但有时候会排到打野位置嘛。那他拿杰斯也是可以打野的。那杰斯打野的话，一级学 W。出装的话，还是以收集者，然后搭配火炮，然后无尽，再加上破甲弓。木刃的话看情况咯，如果顺风局出木刃是 OK 的，那逆风的话你还是得选择其他装备。像如果队友不出破盾的话，中单没有做破盾的话，你可能需要补一件破盾。这里直接选择过来不刷三狼，这里的话直接过来选择跟对面打，因为3、5级以前的话，杰斯一定是有优势的，在对拼的过程中。对面放了眼，那这样的话，用走位骗了一下对面，然后这边直接过来抓。阿罗拉一个闪现大招收掉，那这里直接回来继续刷野，然后还吃到一层僵尸守卫，这就是很赚的。这里面下路被抓了，那没办法。再上来，这剑魔是没有闪的，上来看看卖个破绽。这里一套下来，对面没有大招，直接不要着急，伤害拉满的都杀不掉，好肉这剑魔。还是装备没有出那个做出来，回家出了装备的话，其实完全可以秒掉的。这样的话，只能来下路。完了，里面直接上来一套，但队友都拿到了输出，那就不亏。只要阿罗拉跟永恩能吃到发育，其实不算亏的，因为这两个英雄后期一定是能发育起来的。
反倒是杰斯前期有优势，但后期的话比较乏力吧。这里对面打起来了，必须得往那边赶一下。哦，对面空大了，那先把河道蟹给刷掉，再把蛤蟆吃掉，回去尽量做出收集者，这样就好打很多了。啊，把僵尸守卫叠一下。哦，对面的九筒在这里，完了，吃了一套的伤害，但阿罗拉不行了，必须得往后撤了。这里面就是被对面阿离比较灵活，这里有维鲁斯。中路开始了乱战，在那互换人头。这里杰斯赶到的话，其实可以打一打。啊，利用主动装备的效果，一个途径。对面九筒直接海克斯闪现。过来直接一套收掉，有海闪的话，里面有那个收集者，其实杰斯伤害还蛮高的。前期杰斯就是不太缺伤害。哇，这阿离好用，3段大招就是要为了杀掉这个打野，没惩戒，但还好队友稳得住。太想杀心太重，被5个人放风筝放死了。虽然说这个杰斯绝活哥打野并不是很熟练，但他的基本功，他的连招是我们可以去好好学习的。像这里面杰斯的 EQ 可以提供视野的。对，这边进行了一个野区的互换。直接打一套秒掉对面的 C 位，就杰斯前期就是很舒服，伤害再搭配收集者，不会像普通正常出装那种像其他出装那种破甲流的那种。发现伤害永远都差一点秒掉对面，要么就是伤害已经溢出很多。对面的阵容强开还是蛮厉害的，特别是像剑魔这种。再加上那个9筒给到 C 位大招，剑魔就上去哐哐乱砍。这里的话直接来切后排。哦，对，这里面那个
狂风之力的话是可以搜寻到那个隐身，就是说那个范围内隐身的那个人。哦，这样的话，闪现是交掉了，不交的话，估计会被留住，打一套就没了。有剑魔在这，上去打一套，把它锤开，对面开了大面，啊，通过狂风之力把他的 W 给拉开，没办法，对面泰坦来了，永恩也找到了机会，维鲁斯扛住了伤害。然后阿罗拉进行了一个完美的收割，主要是对面剑魔那些大招教的太多给这个杰斯了，永恩完全就是自己落单了，没办法，想救人，没想到葫芦娃救爷爷，一个送一个，买一送一。队友没想着打大龙，那就老老实实的来拿小龙，没必要就是说快复活了要强行去打大龙，有可能一旦被抢就尴尬了。这样，如果不是破甲流的话，你伤害其实也没有那么，就是先攻的话，没有太多的那种伤害，这个偷钱没有像破甲流那么高，这种出装的玩法，尽量用远程炮的远程的方式进行先消耗。刚刚如果打出暴击的话，就可以跟进一个 Q， 直接收掉。收集者再吃掉。那里的话，直接回家做完护甲弓。那么暴击的话就是满暴击了。
直接对面大招的时间都反应不过来，丢出大招已经死掉了。这里上来敲开，但没办法，伤害还是差一点。维鲁德斯的 Q 啊 ，Q 死了想跑掉的狐狸。这样的话，这边选择继续刷小龙，然后拿条刷先锋啊，不，刷蓝，然后再拿小龙，再配合大龙，直接一波结束比赛。哦，对面直接伤害灌死了。永恩，死血都没有死掉。那这里直接过来换成了净化，对面控制太多了。哦，先是阿狸过来直接被一个平 AA 死，配合那个就是转化以后的一个强化平 A， 然后又有火炮的一个爆发伤害，直接触发了那个征服那个收集者。那这局的话就这么轻松的拿下咯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